这次讲东晋佛教。东晋时期的中国是南北分治，南方是东晋，北方是五胡16国，就是有5个西北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16个国家。这一时期的佛教主要有2条线，一条是佛图澄、释道安、慧远这条线，另外一条线呢就是般若学这条线，有6家七宗、鸠摩罗什，还有僧肇。最下边这个法显和觉贤是属于如来藏系列的，咱们放到后边的南北朝来说。先说佛图澄。佛图澄是西域人，在有部出家，据说他是修成神通了，能够驱役鬼神，还有天眼通，千里之外的事都能看到。他从西域来到中国的时候已经79岁了，到中国之后直接就去投奔后来成为后赵开国皇帝的石勒。石勒当时还没有建立后赵，当时还在给前赵打工呢，是前赵的一个将军。佛图澄也是很有眼光，就知道石勒将来必成大器，就来投奔石勒。见面之后，石勒问佛图澄说：“佛道有何灵验呢？”意思就是我这军队里也不能养闲人呢，我凭什么收你啊？你先露2手啊！于是佛图澄向人准备一盆清水，对着清水焚香念咒。过了一会儿，水中生出莲花，色彩夺目。石勒一看可以，这是有道行的，就收下了佛图澄。佛图澄就留在石勒身边，给他出谋划策，各种的神机妙算，帮石勒打了不少胜仗。有一天晚上，石勒就琢磨，心想这个佛图澄是真的厉害，多亏现在是为我所用啊！只要哪一天他投奔了别人，帮助别人来对付我，那我岂不要遭殃？不如趁现在我还能控制他，把他杀了得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石勒就派人去传佛图澄，结果报事的说佛图澄不见了，人没了。石勒心中一惊，这个佛图澄是真的厉害，怎么我想什么他都知道呢？我也是脏心烂肺，佛图澄要是真想对付我，以他的神通，我岂能活到今天？我还要杀人家，真是可笑。石勒想到这儿，只见佛图澄从帐门口溜溜达达自己进来了。石勒大吃一惊，这是军营，不是菜市场，怎么变去了的？这是。石勒当时是又惊又怕又尴尬。佛图澄很淡定，笑呵呵的往石勒前面一站，也不吱声。俩人见面得说话呀，石勒憋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：“您昨夜为何出走啊？”佛图澄回答：“因为将军对我有了杀意。”石勒说：“那您今天怎么又回来了？”佛图澄回答：“因为将军改变了主意。”这话呀就算说开了，我知道你要杀我，我也知道你现在不想杀我了，你也知道你根本就杀不了我。我今天回来呢，就表示我不计前嫌，还愿意跟你合作下去。石勒也明白这里边的意思，尴尬的哈哈一笑，二人就重新和好了。后来石勒建立后赵，对佛图澄是国师级待遇。石勒死了之后，他的侄子石虎当了皇帝。石虎是有名的暴君，喜欢滥杀无辜。佛图澄经常找机会对他进行规劝。一次二人聊天，石虎问：“什么是佛法？”佛图澄回答：“不杀。”石虎说：“朕为天下之主，岂能做到不杀？”佛图澄说：“该杀的当然要杀，关键是不能有杀心，更不能滥杀无辜。只要陛下心怀慈悲，就能辅佐颜面。杀几个恶贯满盈、罪该万死的不是问题。就是说，你该杀还可以杀，你当皇帝不杀人，这皇帝没法当。但是呢，尽量控制点，你得依法杀人呐。犯死罪了，杀了就杀了，人家没什么错误你就杀人家，这个就有点过分了。”在佛图澄的劝说下呢，石虎也是有所收敛。在佛图澄的影响下，石虎对佛教大力支持，大规模的兴建寺庙，还规定汉人可以出家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第一次明令汉人可以出家。在石虎以前，东汉、三国、西晋都是不允许汉人出家的。你看咱们讲初传时期的那些僧人，基本都是西域、印度来的，要么就是祖籍是外国人。但是也有很多汉人不顾朝廷禁令出家的，比如之前提到的朱士行，当时的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佛图澄他既没有翻译佛经，也没有自己的著作。佛图澄他的贡献是改变了佛教的生态环境。在过去，佛教的译经建寺传教主要靠民间信徒的支持，再加上乡绅富豪和知识分子的资助。佛图澄却让最高统治者把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，利用皇权来取得教权。简单的说，就是让佛教得到了国家层面的支持，这是佛图澄最大的贡献。佛图澄就说完了，下面介绍释道安。释道安早年是拜佛图澄为师，跟佛图澄学习禅学、戒律、有部的毗昙这些东西。佛图澄去世之后，释道安就在北方弘扬佛法。当时北方一直在打仗，所以他大部分时间是处于颠沛流离、居无定所的状态。后来有湖北襄阳名师习早齿邀请释道安去襄阳弘法。释道安到了襄阳之后，因为南方主要流行般若学，所以释道安到了南方之后呢，也入乡随俗，开始研习般若学。在襄阳安上了10几年，到了公元379年，当时坐镇北方呢，已经换成前秦苻坚了。前秦的军队攻占襄阳，攻下来之后，就把道安和习早齿请到长安。到了长安，苻坚见到道安很高兴，称自己此次发兵南下，只为获得1个半人而已。1个人指道安，半个人指习早齿。释道安在长安的主要活动就是组织译经工作，直到去世。释道安的贡献首先是在般若学，他对般若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，他的理论被称为本无宗。般若学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讲缘起性空，世间万物都是缘起有，它们的自性都是空，很简单。但因为当时翻译过来的经典比较少，又是刚刚接触，所以当时中国人还不是很理解什么是缘起性空。比如拿释道安来说，道安就按照道家，按照魏晋时期王弼的归无论来理解缘起性空。道安把性空理解为本无，就是天下万物都是从无来，从空来。这个空无就是道，道生气，气生万物，最根本的是无，所以叫做本无。道安说，无在原化之先，空为众行之始，故称本无。无或者叫空是万物的开始，无空生成万物。道安是这么理解缘起性空的，这就完全是披着般若外衣的道家思想。要是不知道归无论是什么，可以看一下我讲的中国哲学史。除了在佛学理论上提出本无论之外，道安在佛教的其他方面也很有贡献。首先，他编纂了最早的佛经总录，简称经录。经录就是一本账，记录某人在什么时间译了什么经，是非常具有史料价值的这么一个东西。第二是规范化佛教，完善了僧团管理制度。比如作为出家人，你每天都该做什么，什么时候讲经，什么时候禅修，讲经的时候流程是什么样的，这都有规定。他还提出了沙门应该以事为姓，你出家了嘛，就应该斩断红尘，不应该再用俗家的姓了。那你姓什么呢？在道安以前，一般都是以老师的姓为自己的姓，佛门弟子大家姓什么都不一样。道安认为我们佛家弟子都是尊释迦牟尼为师的，那就应该都姓释。这条规定啊，为中国佛教传承至今。第三是组织译经。释道安他自己不译经，他是组织别人译经，因为他有前秦苻坚的支持嘛，所以释道安译经是国家掏钱。这就跟以前的那些译经不一样了，以前译经都是个人行为，从释道安开始，译经从民间活动上升为官方文化事业。释道安他组织翻译的经典大多是小乘佛教的，比如增一阿含经、中阿含经、阿毗昙心论等等。在组织译经的过程中，释道安提出了一些翻译佛经的心得，就是五识本三不译。五识本就是把梵语翻译成汉语时必然会出现的改变原经表达方式的5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梵语跟汉语的语法结构不一样，你翻译的时候就要先把梵语的意思读懂之后，用汉语的语法表达出来。第二，梵语的语言很质朴，直译过来之后要对文本进行润色，让这个文本呢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。
第3、4、5这3种情况呢，说的都差不多，就是梵文原点有很多重复的段落，这些重复的段落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都要删掉。大家如果读过佛经，应该都有体会，就是经常一段读完了之后，下边一段跟上边一段是一样的。比如在某法会上，有的菩萨在向佛提问之前，自己就先在心里打腹稿，我要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问世尊什么什么问题，就在那儿想了半天，然后起坐问世尊，说我因为什么什么原因，所以要问你什么什么问题，就把前面的一段再说一遍。梵语佛经就有很多这种重复，所以能删减的尽量删减，这是五师本。然后三不易讲翻译过程中存在的困难。第一个困难是时代与地理位置间隔久远，把印度的几百年前的语言拿到中国，就有很多话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环境下待过呀，这是第一个困难。第二个困难是读者的水平问题，你怎么能够把佛理讲的让大家都能看懂，这是很难的。第三个困难是译者自身的水平问题，佛经都是佛说的，你得理解佛的意思你才能翻译啊。那佛的境界很高，岂是我等凡夫俗子能够妄加揣测的，这是第三个困难。五师本三不易呢就说完了。然后第四个贡献是多次敦促苻坚去西域迎请鸠摩罗什，可见当时鸠摩罗什在还没有来华的时候，在西域的名气就非常大了，以至于道安非常想得到这个人，可以说没有道安的促成，就没有鸠摩罗什的来华。第五是培养弟子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徒弟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庐山慧远，这个下次课再讲，先休息一下。